娱乐圈与资本市场交汇愈发紧密，而乐华娱乐近日的动向正引起业内与投资者的高度警觉。多家消息源显示，其股票近期下跌超过 5%， 有媒体甚至提及近 10% 的跌幅。在娱乐公司中，这样大幅度的股价变动，非因外部政策骤变，就是内部重磅人物或业务结构发生剧烈动荡。本节我们先从何为风暴谈起，股价暴跌往往并非孤立事件，而是信心裂缝的外化。对于乐华娱乐，投资者似乎在问，公司的金字招牌艺人会否继续留守？未来盈利是否还能维持？当关键人物可能流失，整个市场的定价逻辑便会被撼动。此外，从公开资料来看，乐华娱乐成立于2009年，以涉艺人经纪、影视制作、音乐出版等产业链环节。多年来，公司在流量艺人与商业化之间游走，但如今流量红利或许进入瓶颈阶段。股价下跌，正是市场对未来收益预期收缩的体现。因此，我们必须追问，是什么触发这次信心动摇？是艺人合约危机？还是公司盈利结构出现隐忧？还是行业政策变相？接下来的章节，我将分层次分析。在娱乐经纪公司中，拥有一个顶级流量艺人往往意味着巨大的商业价值，影视片酬、代言、综艺、音乐、周边粉丝经济等都能快速产生现金流。对于乐华娱乐而言，如果其旗下某位艺人贡献极高，那么一旦该艺人选择离开或转型，公司面临的损失将远超一般跳槽。事实上，外界传闻该公司年贡献约46亿元人民币的数字被提及，暗示公司内部存在一哥级艺人。虽然目前并无完全公开核算来源，但多条报道暗示核心艺人的地位非同小可。可惜，公司财报公告并未标明，因此外界只能基于行业经验预估，如果一个艺人年为公司贡献数十亿营收，那么其离开将造成结构性冲击。对公司而言，依赖大头艺人必须同时伴随持续培育新人与稳固艺人关系机制，否则退出风险极高。从历史维度看，许多公司在依赖某艺人量产红利时，忽视了艺人生命周期合同续签品牌转型的管理。乐华若重蹈覆辙，其风险高度可见。而对于粉丝、业内人士而言，艺人是否续约、是否转入个人工作室、是否减少与原公司的合作，这些信号正在成为焦点。一旦这些信号与核心艺人可能离开这一字眼叠加，市场的恐慌便会快速放大，而实际股价的下跌正是一个可量化的反馈。说到年为公司贡献46亿元人民币这一数据，虽然并非在公司官方公告中明确列出，但业内流传甚广，若属实，则该艺人对公司占比非常高。我们要先做两件事：一、考察公司整体营收结构；二、分析该数字的逻辑可行性。从公开财报可见，乐华娱乐近年的营收虽然稳健，但毛利、净利率却面临下滑压力。若一个艺人贡献近46亿元，那在公司营收中占比可能高达3-4成，甚至更多。这种重头依赖在企业风险管理中被称为单点故障，一旦这个点失效，公司整体就极易震荡。而投资者之所以敏感，一部分原因在于贡献占比高，但控制力弱。艺人虽然为公司赚取收益，但其选择权、合约谈判、品牌自主性越来越强，公司控制力相对减弱。当艺人突然有退出或深度转型倾向，公司便处于被动局面。此外，还有一个实际问题，如果公司每年收入中近46亿元来自一个艺人，其他艺人或业务弱无法补位，未来业绩成长空间将严重受限。而市场恰恰对成长有期待，一旦预期破灭，估值就会迅速收缩。因此，这个46亿元虽未被公司明确承认，但若传闻属实，对理解此次股价波动，乃至公司未来结构意义重大。在娱乐经纪行业，艺人离开的信号常常是股价下跌的前奏。对于乐华娱乐，我们从多个角度观察到：一、某核心艺人与公司续约谈判尚未公开宣布；
2. 该艺人近年活跃度或品牌投入减少。3. 相关财经媒体开始关注如果艺人离开，公司如何填补空缺这一议论。市场的反应也非常敏感。据报道，公司股价在某日一度下跌约 5% 以上。虽然与近 10% 还有差距，但跌幅已足以引发投资者恐慌。再加上媒体年度贡献46亿元的金牌艺人可能离开的传闻，恐慌进一步放大。从心理学视角来看，投资者对确定性远比可提升性更为重视。当市场突然面对核心艺人离开等于未来收益可能急剧下降的预期，投资者迅速将风险溢价计入股价。这种股价的快速波动，既是情绪化的，也是基于基本面的合理调整。此刻，公司如果不能及时发布澄清或公布新布局，股价下探，资金撤离便可能成为持续趋势。我们要进一步分析，乐华娱乐是否有能力通过新人、IP、衍生业务填补这一空缺。乐华娱乐的业务结构虽多元，但从行业惯例分析，公司中若存在靠一个艺人撑起半边天的情况，其风险暴露极大。公司内部、外部都可能存在一些隐性问题，合同谈判时艺人的议价能力、艺人自身品牌商业化能力增强、经纪公司资源配置稀释、政策监管因素等。当一个艺人成为收入大头的同时，其对公司的谈判筹码也随之增强，他可能要求更高分成、更多自主权，甚至退出经纪公司成立个人工作室。经纪公司对此若没有制度化、模块化的响应机制，就可能陷入被动。此外，公司若把培养新人、发展衍生、IP、跨界合作这些支撑未来成长的路径忽略了，一旦主体艺人退出，其替补体系匮乏，增长就会停滞。市场对增长的期待转为对稳定的担忧。我们还要看到，从财务数据来看，乐华娱乐过去几年营业收入虽有增长，但净利润增长却乏力。而在这种情况下，若再加上核心艺人可能离开的变量，公司估值自然会被进一步压缩。最后，从投资者角度看，这一刻换个艺人等于重开一个品牌，时间成本、品牌损失、粉丝流失、广告主信任下降，都会对公司未来3-5年造成拖累。让我们从资本市场的视角来拆解，当公司公布或被传出核心艺人可能离开信息时，市场会迅速执行以下逻辑： 1. 未来营收可能下降； 2. 替补体系尚未成型； 3. 不确定性加大； 4. 投资风险上升。于是，估值具体到乐华娱乐，其近期出现的下跌如约 5% 至 6%， 正是这种逻辑的体现。若消息继续恶化，下跌至近 10% 也是市场可以想见的情景。另外，娱乐股往往具备更强的情绪化特征，粉丝情绪、媒体舆论、品牌广告合同、艺人话题性，这些都可能快速反映到股价上。比如，公司若未及时发生稳定市场，恐惧心理会蔓延，导致资金快速撤离。此外，投资者眼中还有一个域外因素，行业监管。近年来，中国娱乐产业对艺人合约、资本并购、直播带货、明星税务等监管趋严。一旦公司或艺人受政策影响，亦可能成为市场对其估值打折的理由。综合来看，这次乐华娱乐的股价下跌是基本面、市场预期、情绪3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。在经纪公司中，艺人与公司之间的合约续签往往不是简单再签1年，它可能涉及分红机制、艺人品牌管理自主权、IP 收益分配、个人工作室设立、商业广告比例调整等多重谈判。如果艺人地位强大，公司谈判筹码反而下降。对于乐华娱乐而言，若该金牌艺人处于合约尾期或正在谈续约，那么市场的敏感度极高。无论是艺人欲转型、设立个人工作室，还是合约条款变化，都可能暗示离开这一结果。